欢迎你来。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深入看看你带来的这些材料，是关于提摩太·凯勒那本《同你患难与共》的。有一份摘要，还有一些关于怎么实践的笔记。咱们的目标挺清楚的，就是一块梳理，看看凯勒怎么讲基督教对这个人生痛苦问题的回应。最关键的是，能不能从里面给我也给你提炼点能在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方法。对了，稍微说下背景啊，提摩太·凯勒他是纽约曼哈顿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创始人。这个教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影响还挺大的，也帮着在世界各地建了不少新教会。他关于信仰，特别是关于苦难的思考，影响了很多人。你看啊，凯勒的书还有你这些材料都直接点出来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苦难这东西谁都躲不开，对吧？那每一种人生哲学或者说世界观都得给个说法才行。在我们深入凯勒的观点之前，你可以先琢磨你自己一般是怎么看待和处理生活中那些难熬的时候呢？就带出了凯勒视角的一个很核心的特点，也是你这些材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基督教的回应啊，它不光是想在道理上解释为啥有苦难，更要紧的是它指向一位有位格的神，而且这位神是跟我们一起受苦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挺不一样的？对，这一点我看你的笔记里也提到了，它跟两种常见的看法确实形成了挺鲜明的对比。一种呢，就是完全世俗化的看法，可能觉得苦难嘛，就是随机发生的，没啥意义，倒霉呗。另一种呢，可能是一些怎么说呢，比较简化了的，或者有一点道德评判意味的宗教观，就容易把受苦直接等同于你做错事儿了受罚呢，或者是某种因果报应。但凯勒在这些材料里展现的观点呢，他是想跳出这两个极端。他认为在上帝那个更大的就是救赎的计划里面，苦难虽然过程非常非常难，但可以被赋予一个目的。所以啊，我们今天不是说要给你一套轻松搞定的标准答案。说实话，面对苦难这事儿，恐怕也没有这种东西。咱们的目标就是严格的根据你手头这份摘要和笔记，跟你一块儿把凯勒大概描绘的这个框架给它拆开了，好好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提供了一条能在痛苦里找到意义、找到盼望的路。好，那咱们就这开始拆解。从你给的材料来看啊，凯勒反复强调的一个基础认知就是苦难嘛，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躲不开。但基督教信仰提供的那个特别之处到底在哪儿呢？材料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上帝不是远远看着，而是通过十字架，他自己跳进了咱们人类苦难的洪流里。这个画面感，说实话挺有冲击力的，对吧？不像是个高高在上发命令的君王，更像是一个能跟自己的百姓一起趟过泥泞的领袖。对，这个上帝与人同在，有时候也叫道成肉身或者以马内利原则，在凯勒的阐述里，尤其在你带来的这份摘要里，可以说是应对苦难的基石。它意味着我们信的这位神，他不是对痛苦一无所知、高高在上的，恰恰相反，他是亲身穿上了咱们人类的这种脆弱。他经历过背叛、孤独，经历过身体上那种极度的痛苦，甚至是死亡。所以啊，这里面包含的就不光是上帝能理解你这种理论上的安慰了。根据材料的说法，这更是盼望的真正来源。因为我们信靠的这位，他是真正懂我们经历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也就是材料里提到的那个概念，在基督患难中的团契 Fellowship of Christ's Sufferings。 这个概念稍微有点深度，咱们可以稍微展开说说。它不是说受苦本身是好事，也绝对不是说信徒受苦就等同于极度那种拯救性的受苦，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指当信徒经历难处的时候，可以理解成这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和分享了基督曾经走过的那条充满苦难的路，这样就能跟他建立更深的连接。跟那种简单的把苦难看成惩罚是完全不一样的解读方式。没错，这个所谓的神圣的同情和陪伴，可以说是你这份材料里最核心的一个洞见了。这确实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
然后呢，材料里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能引起共鸣，但也可能挑战最大。凯勒指出啊，苦难本身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不能去美化它。但是这有个重要的转折，在上帝的手里呢，这些艰难困苦，它又可以成为塑造咱们的工具。你给的笔记里提到，它可以磨练咱们的品格，比如让我们更有耐心、更坚韧，也可以加深咱们对上帝的信靠，尤其是在感觉不到它的时候，甚至能让我们对那些同样在受苦的人生发出以前没有过的怜悯之心。这一点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自己以前的经历，就是虽然在困境里的时候痛苦的不行，但事后回头看，有没有那么一些时候，你确实感觉到自己好像在某些方面被锤炼的有点不一样了，哪怕只是很微小的成长。就是碰到了材料中另外一个关键的概念，救赎性苦难 （redemptive suffering）。这个词啊，得非常小心的去理解它。你分享的笔记里好像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的意思不是说咱们受的苦本身能带来救赎，或者说受苦能赚来什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凯勒的意思更接近于，虽然苦难的根源是这个世界的破碎和罪恶，但是全能的上帝有能力介入到这个过程中，从这些看起来完全是负面的，甚至是邪恶的经历里头，引出美善的结果，用这个过程来塑造他的子民，让他们更像基督。打个比方啊，就像一块很粗糙的石头，它经历雕琢打磨的过程本身肯定是痛苦的，如果石头有感觉的话啊，但最终的结果呢，是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苦难就像那个打磨的过程，虽然不好受，但上帝可以用它来成就它的美意。这样说就比较形象了。对，要真正理解和接受这一点呢，材料里反复强调需要一个永恒的视角 （eternal perspective）。永恒的视角这个词儿听起来稍微有点抽象，材料里是怎么具体解释的？你可以这么想象啊，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痛苦，就好比是一幅巨大拼图里面的一小块，颜色特别深。你要是光盯着这一小块看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没希望了。但是永恒的视角就好比让你稍微往后退一步，看到整个拼图的全貌。那这个全貌是什么呢？根据凯勒在这些材料里的论述，就是上帝最终会更新一切，会有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那个终极的未来。这就是所谓的复活的盼望啊，是未来的那个盼望。对，这个盼望呢，凯勒也强调，不是让我们对眼前的痛苦假装看不见，或者变成一种很廉价的乐观主义，觉得哎呀没事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是这样的。它更像是一种深深扎根在心里的信念，就是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管多么难，都不是故事的结局。那个最终的荣耀的结局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保证了。正因为有了这个指向未来的锚，我们才能在当下的风暴里获得站稳的力量，还有坚持往前走的勇气。它等于是重新定义了我们眼前痛苦的那个分量和意义。明白了，从神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安慰，到苦难可能带来的转化，再到最后这个复活的盼望作为支撑，这些理念确实都挺深刻的。但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关键是怎么用到生活里。现在咱们来看看你那些关于实践应用的笔记，里面好像提到了3个特别具体的行动建议，这部分感觉就特别接地气了。第一个实践建议，笔记里强调的是在诚实的祷告中面对痛苦。核心要点听起来就是别搞属灵包装，别假装自己很坚强，也别压着自己的真实感受。反过来，要把那些最原始的、最没修饰的情感，哪怕是愤怒啊，是特别深的悲伤啊，是搞不懂的困惑呀，全都摊开在上帝面前。就像你笔记里提到的，可以学学诗篇作者那样，诗篇就是希伯来圣经里那些祷告和诗歌，你去看，里面充满了各种真实的，甚至是很激烈的情感呼喊。笔记还给了个场景设想，我觉得挺画面感的。比如说，你可能因为突然丢了工作，或者钱上遇到大麻烦了，感觉整个人都要垮了，心里全是焦虑和害怕。这时候，与其在别人面前硬撑着说我还好，我信靠主，
笔记建议你啊，不如找个安静的角落，哪怕就10分钟，像写日记似的，把你心里所有的挣扎、委屈，甚至是对上帝的抱怨，都直接变成祷告说出来。比如，主啊，我真搞不懂为什么这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好害怕呀。但我记得你也走过苦路，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求你现在靠近我，帮帮我。笔记还提到一个具体做法，比如可以学10篇、13篇的那个模式，它经常是从痛苦的倾诉和抱怨开始的。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呢？然后转向对神的祈求，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最后呢，就算环境没变，也要试着去表达对神的信靠，但我依靠你的慈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挣扎，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对，我补充一下，这个程式为什么这么重要？凯勒或者说这些笔记的整理者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这一点？首先呢，它建立的是一种真实的关系。你想啊，如果我们总是在上帝面前戴个面具，那这关系能有多深呢？其次呢，承认并且表达我们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在宣告我们相信上帝足够强大，也足够慈爱，他能承受我们的一切，包括那些我们自己都觉得挺不属灵的部分。这也正好呼应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核心，我们信靠的是一位亲生尝过苦悲的神，他理解咱们的挣扎。所以说，祷告，特别是这种诚实的祷告，就成了在苦难里维持跟神连接不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它首先不是为了改变环境，而是为了保持关系。保持连接，而不是在痛苦中把自己给关起来。这正好就引出了笔记里的第2个实践建议：依靠属灵群体，而不是孤立。这一点感觉特别反直觉。因为人难受的时候，本能反应往往就是想缩回自己的壳里，不想见人，也不想说话。笔记里的行动要点就是要有意识的去抵抗这种自我封闭的倾向，主动的向你信任的教会朋友啊、小组组员呐，或者是属灵伙伴，敞开你自己，分享你的重担。而且呢，要允许他们在你可能觉得软弱、没盼望的时候，为你守望，为你祷告，成为你的那个支持系统。笔记里举的例子也挺生动的，比如一个朋友刚失去了他特别爱的亲人，心里特别难过，可能连去教会聚会的力气都没了。这时候啊，小组的成员没有就这么疏远他，觉得哎呀让他自己静静吧，而是主动的、持续的去表达关系，比如轮流给他送点简单的饭菜，也不用多说什么，就是安安静静陪他待一会儿，或者就是发个信息说我在为你祷告。这种很具体的行动，能让那个正走在黑暗隧道里的人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扛着。笔记还建议了一个特别具体的小承诺，我觉得挺好。比如，你可以承诺自己每周至少向一个你信任的人发一条诚实的信息，哪怕就简单一句：“我现在感觉挺难的，情绪不太好，能为我祷告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行动，可能就是打破那个孤立循环的关键一步。这个实践的意义其实很深远。苦难最可怕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种强烈的孤立感，感觉好像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在受这种苦，没人能懂，也没人真的在乎。而依靠属灵群体呢，就是对这种孤立感的直接宣战。这也体现了基督教信仰里一个特别核心的原则，就是彼此担当重担。当我们个人的信心和盼望因为巨大的痛苦变得很微弱，甚至暂时好像熄灭了的时候，信仰的群体就像一根拐杖一样，可以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送饭呢，帮忙带孩子呀。更重要的是情感上和属灵上的支持。其他人的信心和盼望可以在你自己油灯快灭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点光。可以说，群体让苦难能够被分担、被见证、被扶持，而不是一个人硬扛。这在你提供的材料里是被看作应对苦难不可缺少的一环。是的，一个人硬扛往往会把痛苦放大。好了，第3个实践建议，这个听起来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在日常选择中践行复活的盼望。这个怎么理解呢？好像跟前面提到的那个永恒视角有关系。笔记里的行动要点是要有意识的把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痛苦放在上帝最终要更新万物、带来彻底修复的那个宏大叙事 meta narrative 的背景里头去看。
然后呢，在每天的生活里刻意的去培养一些微小的习惯或者选择，用它们来提醒自己那个终极的基于复活的盼望。笔记里又用了一个设想的例子，比如说你可能正在跟一种慢性的让人特别累的疾病长期斗争，一天又一天的疼不舒服很容易让人掉进绝望里。这时候笔记就建议，与其被这种无力感给喷掉，不如有意识的去寻找和品味生活里那些微小的，可以被看作是未来新天新地预尝 foretaste 的美好事物。比如什么呢？笔记里提到，可能是在阳台上种一棵小小的植物，看着它发芽长大，这本身就象征着生命和新创造的力量。或者每天晚上花几分钟写下一件当天让你感受到上帝信实供应或者恩典的小事，不管多小，可能就是朋友一句暖心的话，可能是一次及时的帮助，可能是看到了特别美的晚霞。这些微小的证据都在悄悄地抵抗那个一切都完了的谎言。笔记里甚至给出了一个特别具体的操作方法，叫复活日记，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弄个本子，分2栏，左边一栏写当下的痛苦，比如我感到非常孤独；右边一栏对应着写未来的盼望。根据圣经的应许，这个痛苦最终会怎么逆转？那对应孤独，右边就可以写在基督里，我将与神和他所有的子民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恒完美的相交，再也没有隔阂和孤单了。通过这样持续的练习，不断的用未来的那个确定的盼望来重塑对当下现实的感受。这个实践方法，如果我们把它跟前面讨论的那些联系起来看，就非常有力量了。他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听起来可能有点远、有点抽象的复活盼望和永恒视角，一点一滴的融进到非常具体、非常日常的生活实践里去。他在不断的主动的强化凯勒在这些材料里反复强调的那个核心观点，就是我们眼前的痛苦，不管它多么真实、多么沉重，它都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通过主动的去聚焦那个应许中的完全的修复和更新，哪怕只是通过种一盆花、写一句感恩的话，或者完成一次复活日记的记录，我们就在积极的抵抗绝望的情绪，在为自己的心灵注入来自未来的力量。这就让盼望不再仅仅是一个神学概念了，而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触摸到、被感受到、被践行出来的力量源泉。可以说，这个实践让苦难最终被放在一个正确的、有盼望的视角来看待了。好，咱们花了一些时间，借助你带来的这些摘要和笔记，算是把提姆泰·凯勒关于苦难的一些核心看法和实践方法深入探讨了一下。我们来快速的过一遍关键信息点首先，基督教信仰不回避也不轻看苦难的现实。其次呢，它的核心回应是，上帝不是旁观者，他是通过基督亲自参与并且战胜了苦难。在此，苦难本身虽然不好，但在上帝大能的手中，可以带来那种塑造生命、引向救赎的转化性成长。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属灵群体的陪伴和支持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被设计来一个人扛的。最后，我们能在苦难里坚持下去，那个最终的根基就在于复活的盼望。它不光承诺一个没有痛苦的终极未来，也为我们当下的忍耐和坚韧提供了最深的动力。当然，还有那3个特别具体，你可以试着去做的实践方法，希望能帮你把这些理念变成行动。一是在祷告里绝对诚实的跟上帝敞开；2是主动打破孤立，依靠你信任的属灵群体；3呢，就是在每天的生活细节里有意识的选择活出那个指向永恒的复活盼望。那么，经过咱们这次一起对你材料的梳理和探讨，这或许会引发一个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紧紧抓住那个未来的确定的盼望，具体会怎么改变你今天跟苦难互动的方式呢？仅仅是让苦难变得可以忍受就算了吗？或者有没有可能，就像凯勒在书里暗示的那样，在苦难之中就能开始发现某种超越痛苦本身的意义，甚至能生发出对别人更深的理解和怜悯？你也可以想一想刚才咱们讨论的那3个实践方法，诚实的祷告、依靠群体、践行盼望，哪一个对你目前的情况来说感觉最贴切，最需要去操练，
或者说哪一个让你觉得挑战最大，最需要鼓起勇气去试试？这些都是你可以带走，继续琢磨琢磨的。非常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对提摩太·凯勒关于如何在痛苦与苦难中与神同行的这些深刻见解做了这次比较深入的挖掘。能有机会和你一起面对思考这些不太容易回答的人生大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件挺有价值的事。期待下次有机会继续和你一起探索你感兴趣的其他主题。